中国官员再不跳船就来不及了。国企高管正悄悄跑路，有人在机场被拦，有人深夜被带走，有人刚辞职就彻底失联。如果说哪一类人曾被认为是最安全的群体，那一定是央企国企里的高层，拿着全中国最稳定的高薪，握着最多的权力，背后靠着体制的铜墙铁壁，一度风光无限。但2025年的今天，他们也开始慌了，他们开始跑路、请假、辞职，甚至失踪。一场前所未有的官场逃逸潮正在悄然蔓延，而被中国官方点名公开通报。2025年6月26日，中交集团原董事长王同宙被纪检人员带走调查。而就在当天晚上9点，国资委火速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新任命宋海良担任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炳南担任总经理。另一位高层王海怀早早请假，悄然淡出。而前董事长刘启涛、中交地产原董事长李永乾也都失联。这不是孤立。6月底，绿城中国前董事会主席张亚东试图在香港机场搭乘飞往加拿大的航班，被国安部门当场拦下。张亚东在3个月前刚刚辞职，身份仍是中交集团旗下最大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核心人物。要知道，中交集团在2024年财富世界500强中排名第63，年营收超过8000亿元，是掌控全国基础设施命脉的巨无霸央企。而绿城中国虽为混改企业，但实质受中交控制，其2024年总负债已接近4000亿元，同比上升13%，利润却暴跌48.8%，仅为15.96亿元。这样的巨头开始震荡，背后是怎样的信号？7月初，中纪委官网罕见发文点名，要紧盯国企高层逃逸式辞职，并警告要织密制度防护网。所谓逃逸式辞职，并不是普通的职业流动，而是官员在即将落马前，通过辞职、退休、请假等方式试图脱身。更有甚者，早早就布下棋局，离职后转岗到关联企业任职，继续收割利益。早在2021年，这种现象就开始浮现。但2025年再次被官方高调点名，背后已不仅是反腐，更是一个信号：高层信心正在崩塌，危机正席卷整个体制。智谷趋势在7月13日发布的深度分析指出，目前的逃逸式辞职手法已远比想象中复杂。除了最常见的辞职跑路，还有3大新型方式。规避型早有违纪行为，试图见好就收；期权型在职时布好利益链，离职后兑现；牟利型任内铺路，离职后换马甲再接单。换句话说，体制内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等被抓，而是抢在出事之前自己跳船。许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些人突然慌了？国企高管不是最稳的一批吗？答案是，稳的假象已经破灭，财政的保护网正在撕裂。2024年，中国财政收入增速仅为 1.3%， 而2023年为 6.4%。而靠卖地为生的地方财政则更为惨烈，土地出让金暴跌 16%， 一些省份如河南、贵州、黑龙江甚至出现超过 30% 的年跌幅。央企、国企是财政的最后支柱，如今也深陷债务泥潭。据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6月底，中国前100大央企总债务已突破40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5%， 其中交通、能源、地产类企业债务增长最快。而中纪委在文章中点名的重点领域，包括能源、基建、烟草、医药，正是权力集中、资源密集的腐败高地。如果说逃逸式辞职是高层的体面挣扎，那么体制下层已经开始无声崩溃。2025年7月，路透社爆料，湖南省正式公开允许公务员下班后兼职送外卖、
跑网约车、卖农产品、写小说。湖南日报证实此事，并补充，只要不冲突利益，不动用公家资源，主管知情即可。这意味着，在中国，连公务员这个传统上的铁饭碗，也需要靠送外卖来补贴家用了。据新浪财经披露，截至2025年6月，全国已有17个省市不同程度缩减公务员薪资与福利，部分地方出现公务员连续3个月未发工资的现象，甚至鼓励有困难可去兼职为生。这不是玩笑，而是体制性崩溃的开始。当越来越多高层试图体面离场，监管机构的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加紧制度防逃。7月上旬，中纪委发文强调，要细化离职从业禁止规定，并建立行业黑名单制度。具体内容包括：金融、能源、基建等高风险行业将设立从业禁入期，即离职高管在数年内不得再在原系统或关联企业任职；建立离职人员电子档案制度，实时追踪其就业轨迹、资金往来、企业注册信息；设立离职回访机制，对原单位关键岗位人员定期回访、访谈、评估，防止表面辞职、幕后操控。更严的规定甚至已经落地，在浙江、天津等地，有国企已经试点离职需向纪检报备，包括出境记录、资产申报、交接人信息等，实际等于被备案管理。一句话总结，你可以辞职，但不能消失，你走了，我们还要盯着你。这不是监管，是恐慌。一个正常运作的体制，不需要靠看住人来维稳。但今天的中国已经越来越像一艘正在漏水的船，官员一边跳船，一边还得交出钥匙，留下行踪。中纪委把逃逸式辞职归为个别腐败分子的问题，但现实远比这残酷。在中国国企系统，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潜规则：权力越大，越容易有灰色收入。央企董事长、党委书记往往一人兼数职，拥有决策、财务、人事、生杀大权。据新华社统计，2023年被查的40位央企高管中，有 92.5% 被认定存在重大决策违规、利益输送行为，而绝大多数在岗期间就已谋划离职后的好处安排。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体制正在失控，今天不捞，明天就来不及了。曾任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副总经理赵宏顺，在任期间多次拒绝退休，直到被查。他留下的是数十亿的账外资产和一条涉及几十家烟草上下游企业的利益链条。在这个系统里，没有绝对干净的官，只有还没被抓的人。2025年是中国体制信任最严重塌方的一年。不仅仅是国企高层想跑，连体制底层的公务员、事业编也开始大规模转行。据知乎高赞回答统计，2025年上半年，已有超过 40% 的基层公务员承认正在兼职或考虑离职转业。最常见的副业是网约车、健身教练、电商直播、小说写作。之前就有媒体报道，一名自称属于扬州市宝应县的网友乐乐在扬州市人民政府网站寄语市长频道留言：你好，由于生活压力较大，咨询下公务员利用周末时间送外卖是否违纪。相关截图热传，引发网友对公务员待遇的热烈讨论。有评论写道，连公务员都要靠外卖养活自己了，其他人还怎么活？这不是个别现象。据第一财经引述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国超过 67% 的地方财政支出入不敷出，其中欠发工资、削减奖金成为新常态。过去10年，体制曾是普通人眼中最后的避风港，但现在这艘船正在沉，先跳的是将军，后逃的是士兵，剩下的只能靠副业撑命。北京高层在全国稳经济会议上提出稳就业、稳企业、稳预期、稳市场的4稳口号，官媒全天滚动播放，
试图营造决心未变、信心仍在的氛围。但现实很骨感。2025年6月，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重回 21.1%， 创年内新高。6月出口同比下滑 8.5%， 连续第4个月负增长。民间投资同比萎缩 5.7%， 企业信心几乎跌到谷底。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同比增长 2.1%， 远低于2023年同期水平 6.4%。全国平均房价同比再跌 6.3%， 一线城市房租首次出现负增长。即使北京试图通过专项贷款、社保补贴、减税降费刺激市场，但在信心坍塌的背景下，政策已难以奏效。中国的问题已不是短期波动，而是系统性预期崩溃。当公务员开始兼职送外卖，当国企高管试图逃亡国外，这个国家的体制正在经历一场信任的崩溃。曾经的铁饭碗，曾经的体制庇护，如今只剩焦虑、逃亡与副业生存。今天你看到的是公务员兼职、国企高管失联，明天可能就是银行破产、养老金迟发，后天可能就是你所在城市的地铁停运、学校关停、医院无人。别以为这与普通人无关，因为体制崩塌不是从底层开始的，而是从最稳的那一批人开始。那些提前跳船的官员，那些不发工资的政府单位，那些被拉黑的辞职高管，只是一个个先知的沉默叛逃。真正的风暴才刚刚开始。